姐，阿姐，阿兄，三哥，阿佑，你怎么长这么高啦？那是阿姐有多久没见阿佑了？对了，阿姐，阿娘等了许久了，快去。我先去给阿娘行礼。九郎，三哥，劳累了。哎，没事，带礼物了吗？带了。询问。等我。啊，这些是果子、腐干，王都冬季的时间水果也就这些。三哥和岳母久居岛上，给你们拿来尝尝鲜。就这些。哦，你此番不是来下聘的。六郎如此行事，是要羞辱母亲吗？三哥，如今家里日子过得实在是紧，事情又多，私事只能往后拖一拖了。母亲吩咐，若你是来下聘的，纵然不合礼数，也请桃花院中叙话。若你不是来下聘的，看在两代人的交情上，允你上岛，他却不便见你了。三哥，我此番来实在是有事相求啊！求到这个地步了，小弟所言绝非虚假，六哥和七哥是实在是没法子了。本来想着将那山岳社给抄了，拿得一笔横财，将眼下的关口给应付过去。可谁知道那程昭月一把大火，将总社给烧了，连同各个分号铺面的账簿烧的是一干二净。倒是留下了一本礼金簿子，从尚书太尉到下面的主簿、都头，零零总总，记了几百个朝廷官员的名字和数目。六郎不查吗？那礼金簿子上第一个名字，就是当朝大司马胡令公。六哥如何查？再就是那些地方豪门，近几年的走动来往，金额数目，程昭月一笔一笔记得是清清楚楚，骇人听闻，不寒而栗。那你此番来，是六郎的意思？不是。六哥太累了，旁人可以站在边上看他笑话，可我却不能。我是自己要来的。我想找三哥和岳母，看能不能看在真娘的份上，助小弟一把。程良知道吗？他没与你说。我问了很多遍，就是不肯跟我说。他那个傻子，满肚子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，以为自己不说，别人就猜不出来。我本来就没什么好猜的，既是被外放到台州做知州，那这明摆了，就是为了让他去填台州先征后粮捅出来的大窟窿。前些日子为了凑齐年贡，连同府上那些瓶瓶罐罐、丫鬟们、婆子们头上戴的、身上配的，一股脑全送进宫里去了。可他又不是什么神仙，变不出那么多个金银两米，除了求阿娘援手，他也想不出什么别的法子。你的也都送进去了啊？只有我的东西他一样没动。50万户2米，母亲不会答应的。三哥，那可是10几万人1年的生计指望啊！道理没错，可道理又错了。啊？你既然是来求母亲相助的，那自然应该先问问母亲的道理是什么。黄龙社行走海上，行的是商贾之事，做的是往来生意。哎呀，三哥，我此番来，不是要岳母和三哥平白的帮我，
我不是要啊，我是借呀。年利太多，小弟不敢许。可3分利，小弟这个做知州的，还是能做得了主的。那还是你的道理。你以为说生意买卖，便是循着母亲道理行事了？生意买卖，确实是母亲道理，只是要看是什么生意，要看是何样买卖。那依三哥所见，岳母大人，她想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买卖？这小子倒是会想，居然将主意打到老娘头上来了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这回要是不帮他，他可能真的要跳海了。跳海也是他自家要跳，又不是老娘逼他跳的。再说他跳了，心疼的也不是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阿娘，要说自家人帮自家人啊，这到现在了，定子聘礼都还没交，便不算是自家人啊。这个忙没有白帮的道理。他现在没有钱。要说是生意买卖，咱们黄龙社有黄龙社的规矩，没有10倍以上的利，这生意也罢，买卖也好，咱们家啊都不干这个事儿啊。阿娘，台州5个县，10几万的百姓全陷在这个窟窿里了。阿娘即使有余力，便不能帮一下吗？全当行好事儿，为女儿和阿佑积点德行。这就是我要说的第3件事。这些人若说是这个小子的亲族故旧，这生意做了也就做了，不赚钱倒也赚些情谊。可如今呢，这10几万人，他是吴越王的子民，他们种了地是给吴越王交税。咱们黄龙岛家业再大，要去向这些人施恩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咱们家是要夺钱家的东南基业吗？九郎是个好孩子，知道心疼穷人，怜悯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，说明这孩子心肠软，心思正，这些都是好事儿。但是有一条你得想明白了，他虽然姓钱，却并不是吴越之王。还是说，吴越王的位子，他想争一争？他这个性子如何当得了国王？再说了，他也没有这个心思。阿姐，若姐夫真成了吴越君王，那便不是当真如书上所说，穆侯而冠了。你说谁是猴子呢？不管他是不是有这个心思，不管他是不是这个性子，哪怕他是只猴子，那又如何？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现在杭州城里那些老家伙，怕是已经明白了，这只上蹿下跳的猴子，已经有这个资格了。你想不想当吴越国的王后啊？这才是大生意，大买卖。历来宗室出镇州郡，皆加刺史衔，约某州刺史。唯独九郎君来台州，却不是刺史，而是知州。诸君，可知为何？知州不是刺史吗？怎么是知州？这是为何？这不是成立。此乃王都丞相府的郭大参给本官写的亲笔信。信中说的明白，九郎君在王都闯了祸，搅闹朝堂，连大王都气病了。
他此番来台州是被贬来的。是被贬来的。夫君，可以放心了。一个获罪出之地方的宗子，若是敢要在台州治下声势兴风，本官第一个不答应。郭大参也不会答应，大王更不会答应。这我等就朝政无忧了。我等保境安民有功，就不怕，不能失礼吗？要你准备的东西，可备好了？启禀司马，都准备好了。郭大参不是说九郎君是获罪被贬来的吗？大参是说了，九郎君当殿开罪了军中，故此大王震怒，将他贬来了台州。那为何又要？大参还说要我等小心侍奉。这位郎君连开罪军中都不忌讳，程昭月之变，手持王教兵符孤身一人入孝慎大营，连同将主和下面的几镇指挥使副军头，一口气打了10几位军将的板子，立位夺军。他此番来台州，是来替大王收拾之前沈重月、高许他们留下的烂摊子的。那司马刚才为何？我为何只说前面一句，后面的这些话都不说？动动你的脑子。沈虎子这几年在宁海忍了多少愤懑委屈，如今他攀上了九郎君的高枝，一飞冲天，以长史之资重返台州，连我都被压过一头。咱们手里若是没有些拿得出手的硬东西，日后如何在九郎君面前立足？那岂不是要看着沈虎子一个人得意了？方才此处这些人，便是咱们在九郎君面前的谨慎之见。司马英明，二位请，二位请。哎呀呀，那好，如此便多谢两位都头了。下官一定。放肆！都头二字，咱们可应承不起。兄弟们都知道，中顺都只有一个都头，就是九郎君他老人家。哦，哎呀，您瞧下官这张嘴，那便是前世的冤孽，平地里都能犯了九郎君他老人家的讳。下官回去一定把它撕烂了，给郎君还有二位军头谢罪。哎呀，使不得呀！使不得！二位军头，请，都去对，有空的话去我那边喝点老酒。好，感激不尽。好。头，过来。你们干嘛了？啊？刚才那是人谁呀？啊，那个林海。啊。哎，林海魏国强。对，林海魏国强。什么林海魏国强？看清楚了，林海魏国强。林海魏，给你俩下跪，还磕头，跟我见。咱们也回礼了吗？头儿，树皮绳子拴的大钱儿常见，杂色绸子时不时也能有些进项。这真金亮银，没见过吧？他说什么了？说了很多。哦，说他当这个官不容易。啊，沈大夫在的时候不待见他，
后来崔明府3天2头就得骂他一顿。还有，他现在这个官啊，是州里魏司马那儿求来的。谁知去年过年他瞅着秋色，上的年礼薄了些，魏司马就挑了理，1年都没让他进前说话。对，还有，他那个浑家是谢府的女史，也是个没用的，半句可信的话，他也递不进去。说有用的，就为这些有的没的，他会平白给咱送这许多金子银子？说话，说话，什么说话？这是每年说话。对，每年说几句话。哎，对，每年说几句话。每言几句。对。九郎君前每言几句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他要什么？说了吗？这我记得。县城。住县城。啊。住县城。住县。临海县驻县城出缺，他是想由临海县尉进卫县城。对。哪位是陆都头？副的。陆某是副都头。崔平府有请陆都头，随我来吧。提举。末将等请提举金安。起来吧。谢提举。郎君举荐，大王钦点，相府出闸。沈兄如今已是台州别驾。既然已经来到台州，何苦住在别家？哎呀，要是崔明府这房子不够住，咱们寨子里空房子多呀，就是简陋些，怕委屈了提举。是。住嘴！谁？临海卫，葛强。这是送给你们的？啊，不，是送给九郎君的。陆都头，前厅歇息。副的。葛强任临海卫已有5年，局主是台州司马魏伦，县城朱元成上个月签为宁海令，此人便四处奔走门路，想要补上县城这个缺。此人是个尴尬人，出身不高，养父是个游郎，原本姓谭，做了官之后又执意说自己姓葛，是鲍朴子的后人。生父身故的早，他的寡母和他被族中吃了个绝户。子嗣尚在，如何成了绝户？他的寡母原先做过婢子，生父夜宿别家，侍奉了一宿，次日便回转了，后来发现怀了身子。他的生父未及娶妻，便过世了，房中却留下了2个庄子和一处铺面，族中自然不肯认他子嗣的身份。夺产除户，此人官盛如何？那都没听过别的什么。如今这个县尉也是贿赂魏伦买来的，这不，如今又来买县城了。
这别人的门路都在子谦这儿，他却别出心裁，寻到中顺都去了。此人不简单。10岁一，太高了。杭州的博弈物便是10岁一啊。杭州可以，台州却未必能成。阿座，一者谢三哥，杭州乃是吴越王都，前王自家就住在城里，有财力买船出海做生意的宗主，在朝中要么依附权贵，要么自家便是权贵。是，在宁海设博弈物的确比不得杭州，不过细细算来，便宜之处也不是没有啊。我来之前查了户部的价格库，王都每岁纳税造册的货物10成里有7成8都来自杭州博弈物。这些货物当中，留在王都就地发售的只有4成，其余6成都流向了王都周围的州县。这6成当中，东府占了3成，东府的这3成里，只有1成留在当地，其余2成都流向台州。至于明州，明州辖下各县，所有的店铺集市，挂的都是我黄龙岛的黄龙旗。山岳社全盛之时，有78处分号铺面，唯独在明州境内，一家都没有。我们不用给前王缴那1成的税，更不用上下打点那多出来的2成。山岳社的货，平白比我多出了3成的损耗，售价上便至少要高出1倍去。可现在没什么山岳社了呀。来，做生意要知己知彼，更要有自知之明。以黄龙岛的人力物力，掌控明州6县的货流贸易，已是吃力，再要贪心，那便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。其实你与真娘的婚事若是得协，2家人做了1家人，你说的局面也未见得全然不可为。只是，只是什么？真娘与你或许算得1家人，可黄龙社与前王却依然算不得1家人，除非